错误，高压警报，错误，高压警报。快来人，救火！我叫丁鑫，是博威重型动力机械厂的技术工程师。1周前，厂里推行 AI 机器人上岗，我迟到了3分钟，不仅被停发全年技术津贴，取消10年工龄补贴，还成了第一个被 AI 替代的人。我知道，这是新厂长在拿我立威。从那天起，我严格守规矩，准点上班，到点下班，1秒都不多留。我要让你们看看，用 AI 取代我，这工厂还能不能赚钱？咱们博威工厂是集团的标杆企业，要走在行业前沿，紧跟时代步伐。我既然接任厂长位置，那从今天起，全面落实集团部署，大力推进 AI 机器人上线作业。没想到真来了，这可不是什么好事。AI 要真能行，我们都要失业了。丁鑫，你今天迟到了整整3分钟。我昨天刚公布新规，迟到1分钟罚款300元，3分钟已经属于严重违纪。所以我决定停发你全年技术专项津贴12万元，同时取消10年工龄补贴。另外，你纪律散漫，影响团队，从现在起由 AI 机器人替代。丁工昨晚加班到后半夜才迟到3分钟，厂长有点过了吧？这哪是罚迟到，分明是拿他杀鸡儆猴，给机器人上岗铺路呢。厂长，丁醒他昨晚调试燃机叶片，忙到凌晨2点。闭嘴！厂规就是底线，谁敢违规，我就处理谁。师姐，别说了。丁鑫，有话说吗？他铁了心想拿我立威，现在我说什么都是多余的。我接受处理。那好，没意见就签字。我知道你想看我服软，看我崩溃，我偏不。我倒要看看 AI 到底能不能取代我的工作。还愣着干什么？快签啊！小丁啊，你是厂里新招进来的技术苗子，往后跟着我踏实干，咱们一起把厂子做好。师傅放心，我一定好好学，好好干。我信你。谢谢师傅。小丁，咱们做的是精密燃机设备，精度就是生命线，半点不能马虎，要对得起工厂对我们的信任，更要对得起手里的技术。师傅，我记在心里了。小丁，你的技术早就超过我了，厂里的设备重任你完全扛得起来，我可以放心退休了。师傅，这支笔跟着我这辈子，写操作规程、画设计草图都靠它，现在给你了，跟了我30年，现在轮到你去写新的了。谢谢师傅。记住我跟你说的话，守好这条线，守好咱们厂。我一定记住，绝不辜负您。师傅，您放心，我会用我的方式守住您一辈子的心血。你们都看清楚了，这就是违纪的下场。从今往后，谁敢再犯，一律照此处理，绝不姑息。欣欣，你也太犟了，说签就签，那可是10多万啊！接下来就是另外一件重要的事，有请我们的新工程师 AI 机器人登场。这就是 AI 机器人，远看跟真人还有点像呢。不过仔细看，走路姿势、面部表情、眼神还是能看出明显区别。这就是我们厂的定制机器人 R3。厂长，早上好啊！看到没？这机器人还能主动问好呢。这位是江龙，今年刚毕业的大学生，也是咱们厂新聘的机器人训练师。以后这台机器人就由他负责管理。江龙也随同机器人一起正式加入技术部，大家欢迎。
欣欣，你觉得 AI 真能取代我们的工作吗？买台机器人还配个训练师，岂不是多此一举？ AI 这阵风终究还是刮到咱们厂了啊！我听说这小子是厂长的外甥，这岗位明显就是专门为他加的。这是我制定的新厂规，从今天起，人手一册，每个人都要严格遵守，别像某些人一样自命不凡，以为工厂离了它就转不动。来，小江，给大家展示一下机器人吧。这是最新一代的高智能仿真机器人。 全厂所有设备操作数据全都录入完毕，说他是咱们厂最资深的工程师，一点都不为过。他不用放假，不用吃饭，不用上厕所，一天能工作20个小时。你觉得他能胜任丁鑫的工作吗？我说了不算，让他展示一下。看到了吧 ？R3 机器人的操作速度和精度远超人工。丁鑫的大部分工作都是标准流程，它可以做到流程重合度97%以上。经分析，流程重合度98.95%。不光是丁鑫，在场所有人的岗位，它都能逐步取代。等数据库升级完成，只是时间问题。这人说话怎么有点狂妄呢？哼，这叫自信。听见没有？ 很快，你们的工作就会被 AI 取代。想主动降薪留岗的，等会儿来我办公室。行了，散会。走，过去看看这机器人到底什么水平。我不去，你去吧。欣欣，你下班了？对啊，遵守厂规，准时下班，绝不耽搁。 这场战争才刚刚开始，让我们拭目以待。丁老师，幸会。不好意思，请问您哪位？容我先介绍下我自己，我叫韩昭月，曾经在英国学习，有幸听过您的技术讲座。 受益匪浅哦，请问找我有什么事吗？是这样，我今年刚刚收购了西部规模最大的重型动力机械厂，现在正缺一位技术过硬、能扛大梁的负责人，特别是燃气轮机涡轮叶片加工方面的专家。我第一时间就想到了您，特意前来，诚挚邀请您加入我们公司。我知道这可能有点冒昧，不过我是真诚的，薪资待遇您随便提。 并且我向您保证，工厂技术管理全权交给您，我绝不插手干预。战争才刚开始，我怎么能逃离？我必须替师傅守下去。感谢您的信任，但我暂时不想跳槽。明白，老师，我尊重您的选择，但您有任何需要，随时联系我。谢谢。 已经很久没有踏实的吃过一顿早饭了，整整10年，我每天提前1个小时到岗，默默付出，在别人眼里，却比不上迟到3分钟这一条罪名。小江，这可是咱们厂最昂贵的设备，英国进口的，专门加工燃机核心叶片。你确定机器人能操作？放心吧，邓主管，昨天不是都试过了吗？保证没问题。试过了，试一次就敢上核心设备。 丁工，早。邓主管，早。时间差不多了，那就开机吧。停机！快停机！停机！快停机！小江，怎么回事啊？检测到异常震动，
正在分析原因。不是说机器人保证没问题吗？这要是砸到人怎么办？这设备估计损失不小。出什么事了？厂长，刚才设备故障，差点发生事故，幸好没人受伤。产品呢？情况如何？厂长，这一批涡轮叶片全有裂痕，是瑕疵品啊！这一片就10万，全废了。那岂不是要报废？损失得多大呀？谁操作的？是机器人操作的。这到底咋回事？R3是严格按照操作手册执行的，流程上绝对没有失误。我看肯定是某些人在背后故意捣乱。参数与材料硬度不匹配，建议重新校准。听到了吧？是机器参数的问题，说不定是设备本身就被人动了手脚。这台设备此前一直由丁工维护，要不叫丁工来看一下吧？叫人。丁工，设备出问题了，你来看看吧。行。丁鑫，你快看看产品为什么出问题！字符驱动负荷超标，力矩输出异常。看这个曲线，是机械仪定位基准出现偏差。还是丁工懂这台机器？丁工，你今天早晨没提前预热调试吗？提前预热调试？我为什么要这么做？可是，你以前不都是每天提前1小时来做预热检查吗？那是以前。我看你就是故意消极怠工，公报私仇，你还想不想干了？厂长，可是根据厂规第5页第5条，设备开机前的系统检查与参数校勘属于正常工作任务，应该在常规工作时间内完成。那他以前每天早来1小时，不都是白干？现在8点05分，属于常规工作时间。你，过去10年，我天天早到1小时到达工厂，守着设备调试，我心甘情愿的付出，到头来却被你们当成了理所当然。厂长，请允许我说一句，设备操作手册里没有预热这一项，但从明天开始，我可以让 R3机器人提前1个半小时到岗预热，保证设备正常运转。更新操作流程，每日提前预热。你们看看，还是机器人靠谱，任劳任怨，不像某些人。针对刚才的扭矩过载问题 ，R3机器人100%能搞定。你的意思是机器人能修好？保证修好100%。R3，开始吧。丁鑫，你让开点儿，别妨碍 R3操作。真转起来了，看见没？这不是转起来了吗？厂长，设备已经调好，可以正常使用了。行啊，有两下子，不愧是高智能机器人，公司这钱花得值。不像有些人，拿着比机器人高几倍的薪水，却出工不出力。快，测一下这批叶片的形面数据。还是废品，数据有偏差，不可能合格。不错不错啊，机器人技术过硬，小江也有头脑。今天我就正式宣布，提拔 R3和小江为我们厂的新晋工程师组合，以后这台设备就由他俩全权负责。厂长，这台机器是英国进口的 A9，现在突然换人不太合适吧？有什么不合适的？你们这些老同志啊，就是思想守旧，不敢给年轻人机会，不敢接受新事物。现在是什么时代 ？AI 时代 ，AI 来了，该取代的都会被取代。你们要么跟上节奏，要么被淘汰。今天你们都亲眼看到了 ，R3轻轻松松就把问题解决了。厂长，你放心，这台机器 R3已经研究透彻了，肯定能维护好。看见没？推进 AI 上岗，取代人工，是多么英明的决定。好了。我现在就正式宣布，主管，叶片形面数据不合格。厂长，这批货也要报废呀？这不可能！这看起来不跟之前的一样吗？是不是检测设备出毛病了？不可能，要不还是找丁鑫来看看吧。又是丁鑫。江龙，这问题能解决吗 ？R3已经按照规定调试了设备啊，不可能不合格，除非什么？
除非某些员工故意捣乱。怎么又怪到员工身上了？不排除有人为干扰因素。废物！去把丁鑫叫来。好，我这就去。丁工，邓主管，又怎么了？设备又出问题了，你快来看看吧。哦。一会儿让R3叮嘱丁鑫的操作，把所有步骤都记录下来。放心，厂长，R3过目不忘。哎呦，我的姑奶奶，你能不能稍微快一点喽？急什么？那边不是有会调试设备的高智能机器人吗？还有一个专门调试机器人的训练师。按照手册，操作前要整理仪容仪表。我是在严格按照规定来。行行行。丁鑫，你看看，为什么这批叶片形面数据还是不合格？这个机器到底还有什么问题？行。这个部件上有一圈微划痕。零点漂移补偿参数需要重新标定。哎，机器还没修好，你去哪儿？你让我发现问题，我完成了我的工作啊。你，R3，这问题你能解决吗？数据库无此项，请重新输入。就这，还高智能机器人呢？我看就是个只会甩锅的水货。这台设备要是让他来操作，怕是整条生产线都要完蛋。你能马上输入数据吗？数据这东西需要先大量收集样本。真是个废物！真是个废物！那这样，刚才对江龙和R3的任命暂时取消，还是先由丁鑫来负责。丁鑫，你赶紧看看还有什么问题。最后还是得找丁工。机器人刚才不是说100%能搞？想让 AI 取代我的工作，没门儿。好。丁工，你往常不是几下就搞定了吗？今天咋这么慢？邓主管，手册上说了，必须要用红外测瘟疫记录3次读数，取平均值。哎呀，现在哪还顾得上这个了？你手感向来准，工人都等着呢，再耽搁就误生产了。丁鑫，你是不是在故意磨硬工？我命令你立刻加快速度，要是影响了生产，我拿你试问。丁鑫，你故意的吧？耽误了进度，你负得起责吗？厂规第3条写得清清楚楚。操作必须按流程走，杜绝任何经验之谈。我只是在照章办事，难道这厂规是摆设吗？厂长，这可是您亲自定下的规矩，我可不敢违背。现在我的技术专项津贴已经没了，要是你再扣我绩效工资，我可就要喝西北风了。有什么好笑的？动作给我快点儿，让R3盯紧了，每一个操作步骤都不能错。放心吧，厂长。终于快完成了，就差最后一步了。这么久，丁鑫，你是不是故意拖时间，耽误生产进度？这个责任你担得起吗？厂长，我按照公司的安排进行0点偏移补偿参数的年度校准，这个流程本来就很复杂，这点邓主管可以作证。没错，这个年度校准确实需要时间，可为什么偏偏这个时候进行年度校准？因为之前一直没校准过啊。不过还好，就差最后一步了。别磨蹭，赶紧的。终于要好了。
丁工，你这是干什么？哦，到点了，我下班了。到点了，我下班了。就差这么一下了，你急什么？非得赶着这1分钟下班？是啊，丁工，你就再多待一会儿，把参数固化再做也不迟啊。不好意思，现在已经是下班时间了。手册上写的清楚，下班后不得操作任何精密仪器，防止出安全事故。这可是厂规，今天早上厂长还特意嘱咐过，您怎么给忘了？丁喜，你现在说这种话，存心跟我过不去是吧？你真以为这个工厂离了你就不转了？就是，真拿自己当根葱了。行啊，那你们去找能干的人来，也可以让机器人顶上。我看机器人挺聪明的，一直在盯着我操作设备呢。至于我，就先走一步了。谁让你关电源的？你一关，设备就得重新启动，全部重新校验。我看你就是诚心跟我作对。厂长，您这话说的，我怎么可能故意跟您作对？厂规上写的明明白白，下班后禁止操作精密仪器，防止损坏，没人负责。您难道是要让我违反您定下的规矩吗？你。舅，您别生气，对肝不好。你赶紧把机器人数据库给我升级。没问题，今晚我就弄。还有这破机器人到底能不能行啊？可以，需要时间。你们两个，舅，关键不在我们，在他呀。是他在背后搞小动作，给我们使绊子。丁鑫，你给我等着！欣欣，你这样下去，厂长肯定会报复你。听说他是集团 CEO 的亲戚，是上头专门安排下来的，你斗不过他们的。厂长早就报复了，我没什么好怕的。那生产线怎么办？那个机器人死板得很，一出事儿就推卸责任。那个江龙纯粹是个混子，再这么下去，师傅一辈子的心血全完了。小丁啊，我在这厂里干了一辈子，从当初建厂时名不见经传，到现在发展成如此规模，我就盼着咱们厂啊，能一直保持世界先进水平。师傅肯定会的。想守住一样东西，必须得先让那些想毁掉它的人付出惨痛代价。怪不得师傅说你跟他一个样，就这倔脾气，真是一点不差。你们都过来看看，这批货成什么样子了？一眼就能看出瑕疵，这玩意儿能往外发吗？还有这个尺寸偏差这么大，你们干什么吃的？厂长，都是按照执行手册操作的，流程上没问题啊。你到底有没有给他升级过数据库啊？每天都在升啊，可能是数据量太大了，得慢慢消化吧。消化个屁消化！你当他是人，吃了饭还要睡一觉？这个又是怎么回事？表面滑成这样，说。到底哪出了问题？这我也不太清楚啊。废物，给你机会你不中用啊！整整1周，废品率涨了30%，30%！你们不要脸，我还要脸！你们告诉我，这是博威应有的水平吗？磐石集团那边已经发现问题了，那可是国际大公司，是我们最重要的合作伙伴。这一单要是黄了，咱们全厂上下谁都别想好过。厂长，这事儿可不能赖我们啊！我们每一步都是按标准来的，机器人 R3的数据库也更新过了，操作上真挑不出毛病。可架不住有人在背后使绊子啊！拖咱们后腿。江工，你这话什么意思？谁使绊子了？又是谁没按规矩来？你说出姓名来，我第一个不答应。我知道有人对我制定的厂规有意见，对我的降薪方案也不乐意，但企业要往前走，第一
靠的是规矩；第二，靠的是跟紧时代，拥抱 AI， 这是大势所趋，谁也挡不住。说得好，厂长就是厂长，高瞻远瞩。我全力支持大家按规矩办事，谁要是不守规矩，我第一个不答应。厂长，这份降薪协议我已经签好了。你居然签了？对啊，为什么不签？为了厂里的效益，我这个干了10多年的老员工降点薪不是应该的吗？公司怎么定我就怎么来。不错，总算还有点大局观。从今天开始，我要你们每个人都拿出奉献精神来，主动加班加点，把落下的产能给我追回来。丁鑫，你是厂里的高级工程师，得带个头。厂长的意思是让我带头加班，向机器人看齐。对，这是命令。行啊，你答应了？那当然，厂长的命令我肯定支持。加班没问题，不过嘛，劳动法第41条写得清清楚楚，单位安排加班就得按照国家规定给加班费。还有第44条规定，法定节假日加班工资不低于3倍，休息日加班要么安排补休，要么给双倍工资。那么，请问厂长，咱们打算按哪条标准来执行啊？请问厂长，咱们打算按哪条标准来执行啊？只要标准清晰，我第一个带头加班。我相信各位师傅也都愿意。你是在跟我谈条件吗？你难道就没有点集体荣誉感？集体荣誉感我当然有，可我心里也装着规矩和您亲自定的新规啊。迟到要重罚，加班该补偿，这叫什么？这叫按规矩办事。厂长，您不是最推崇规矩吗？怎么到我这儿就成了谈条件呢？你看看，说来说去就是记恨我扣了你那12万津贴。厂长，您可别冤枉我。再说了，咱们不是有机器人一天能干20个小时吗？人家不吃不喝也不用付加班费，您多买几台不就完了？那能一样吗？机器人跟人怎么能比？我的意思是，现在机器人还处于学习阶段，得有人带。那我倒是挺期待机器人赶紧取代我的位置。反正我降薪了，也没有津贴了，以后我就给机器人打打下手就可以了。这样，我说2句。咱们公司虽然有制度，但毕竟是一个集体，这批订单关系到工厂的生死存亡，别人不愿意干的我来干，别人干不了的我也干。今天我江龙在这表个态，为了工厂，我自愿加班。好，说得好，这才是咱们厂该有的样子。大家都应该向江龙学习，坚决杜绝自私自利的行为，一切为了厂子，一切为了国威。丁工，生产线主轴正向摆差超标，再不处理，一旦断裂，整条产线都要停摆。这厂子可是你师傅守了一辈子的地方，整条流水线都是他建设的，你总不能眼睁睁看着出事儿吧？那倒也是。不过邓主管，我就问一句，有加班费吗？这没有加班费的话，那我真帮不上忙了。师傅教了我那么多本事，可没教过我要白干活呀。可是邓主管，这点小事交给R3处理就行了，不用非得求着某些人。机器人能搞定？那当然，我刚给R3的数据库做完升级，修复这条生产线绰绰有余，不用理那个装腔作势的女人，还真以为离了她厂子就不转了。听见了吧，邓主管？人家主动请缨，机器人也能顶我的活，那还要我干什么呢？哎呦喂，装什么装？等 R3持续进化，第一个让你滚蛋！我呸！臭女人！怎么回事？代码怎么全乱了？你给我说清楚，这到底怎么了？系统修复失败，建议联系系统管理员。管理员什么？你不就是管理员吗？黄厂长，江工程师，你们才是我的管理员，还敢顶嘴！我命令你
赶紧给我想办法弄好！快退！又炸了一台！怎么了？江龙和机器人不仅没修好，怎么回事？还把 A9的系统程序给删了，设备要报废了。丁鑫人呢？把丁鑫给我叫回来！对啊，我们都在加班，丁鑫跑哪儿去了？做完面膜，皮肤都没那么干燥了。你说什么？没什么。这可是师傅守了一辈子的心血，要是真的被兼并了，咱们厂就全完了。是吗？师姐，我知道你着急，可现在确实不是上班时间啊。欣欣，都火烧眉毛了，你还真打算跟他们耗下去吗？师姐，不是我非要跟他们较劲，我只是按他们的规矩办事罢了。再说了，不是有高智能机器人 R3在那儿顶着，哪还用得着我啊？可师傅一辈子的心血怎么办啊？放心吧，师姐，我这么做自有我的原因。好吧。R3，你跟我说清楚，这设备折腾了一宿，到底弄好没有？回厂长的话，目前还没结果，但什么？但我们奋战了一晚上，尽力了。江龙，你不是拍着胸膛说能修好吗？现在呢？到底什么情况？你哑巴了？说话呀！丁鑫，你给我站在那儿！你什么工作态度？昨晚出了这么大的事儿，不见你人影，你是不是诚心报复？厂长，我想先问您一句，我的专项技术精歇还有吗？你说什么？厂长，我还想问一句，为了给机器人让路，我是不是主动降薪了1/3？啊？那我为什么还要加班？行，你厉害！欣欣，我看厂长这回是真急眼了，你当心他背后使坏啊。没事儿，我只怕他一急眼，干出更蠢的事来。走了。这个丁鑫简直无法无天，他以为自己是谁呀？他不就一个搞技术的吗？我就不信治不了他。舅，您别上火，这事儿其实没那么严重。这个丁鑫就仗着手里有点技术，恃才傲物，可以让他把平时干的工作都写成操作说明，然后输入进 R3的数据库里。这个主意不错，一旦 R3把流程跑通，必须把它换掉。R3，你有没有信心？在厂长的指导下，有信心。这就对了。你们两个好好干，别给我丢人。放心吧，舅，肯定没问题。放心，厂长，我的成长速度很快的。丁鑫啊，最近厂里设备问题不断，你作为技术骨干，得带头发挥作用。你先放下手头工作，给我写一份覆盖整条叶片生产线所有工序的优化方案。下班前交到我手上。行。欣欣，我看厂长这是故意整你，想逼你加班。你要是不干，他就给你扣个消极怠工的帽子。没事，一份报告而已嘛。这边再用点力。这什么东西？厂长，您不是让我写生产线全面优化报告吗？我写好了。你写的什么玩意儿？拐弯抹角骂我是吧？我警告你，再这么消极怠工，我直接把你开除。丁鑫，你什么工作态度？昨晚出了这么大的事儿，人影都不见，是不是诚心报复？是不是？我警告你，
再这么消极怠工，我直接以这个名义把你开除。要开除我没问题，按规矩给补偿就行。你居然还录音了！厂长，您自从上任后对我百般关照，我总得做个防备，不是吗？厂长，报告我交完了，先走了。好你个丁鑫，别以为我拿你没办法！舅，您找我。这个丁鑫太嚣张了，光靠 R3压不住他，必须得再找个能人压制下他的气焰。你是技术学校毕业的，认不认识这方面的人才？这事包在我身上，我肯定给您找一个业界大拿，在技术层面上将丁鑫死死拿捏住，您就瞧好吧。黄厂长，久仰大名啊！曹专家，快请坐。这机器人这么智能，这才哪儿跟哪儿？他还写编程，操控设备。黄厂长紧跟时代潮流，拥有广阔胸襟，在下佩服。曹专家言重了。对了，曹专家，江龙应该跟您说了吧？我们厂现在遇到点技术难题。黄厂长，您放心，我来了，问题就解决了一半。那您觉得像我们厂当前最大的痛点是什么？最大痛点就是观念落后。现在是 AI 时代，数字化时代，用 AI 替代人工，用数据驱动决策，用平台整合资源。黄厂长，您用 AI 取代员工，方向完全正确，只是缺一个懂行的人呐。说得对，和我的理念完全一致。曹专家，你被录用了，待遇方面您放心，绝对让您满意。走，咱们这就去车间看一看。请。曹专家，我对您可是寄予厚望啊。黄厂长放心，我来了，博维的 AI 时代就真正开始了。这个机械坐标的设定看起来有偏差。来，曹专家，这边请。哎，都停一下，我说几句啊。最近咱们厂的生产效率上不去，残次品一大堆。我看问题出在技术骨干能力不够，所以我必须采取强有力的补救措施。这位呢，是我从咱们对家启航集团那边高薪请来的曹专家，不仅懂工程技术，还精通 AI， 真正的复合性人才。大家鼓掌欢迎！从今往后，厂里的技术问题，包括机器人 R3的数据库升级，全由曹专家全权负责。大家有什么不懂的，尽管问他。这个曹专家似乎就是黄胜强请来针对你的。没事，厂里多来几个能人也是好事。只不过现在人人自称专家，就是不知道这位曹专家肚子里到底有多少货。丁鑫啊，以后曹专家就顶替你的位置，担任厂里的技术工程师了。黄厂长太客气了，我既然来了，就希望能尽快进入工作状态，为厂里的发展出一份力。不愧是专家，一进厂就想干活，就这份职业态度，就值得你们好好学习。尤其是某些人，我拿了工资就得好好工作，回报厂长的信任，这都是应该的。看看，看看，这才是咱们厂优秀员工该有的样子。来，专家，这边请。好。我打听过了，这个曹专家风评很差，特别能吹牛。师姐，让他吹呗，话说太满，小心闪着舌头。行了，嘿，真行了！设备正常运转了，专家就是专家，一出手就搞定了。这类设备的问题其实大同小异，英产的设备控制架构固化，交互逻辑跟咱们夏国的工程不太兼衡。像这种设备，我熟悉一遍就能上手。听听，曹专家说的多么头头是道，以后工厂就得仰仗曹专家多费心啊！为工厂出力，那是应该的。丁鑫，以后这车间的机器就不用你管了，你哪儿凉快上哪儿待着去吧。有些人呐，仗着自己工龄长，真以为自己多重要，离了他厂子就转不动了。其实呢，屁用没有，不如趁早歇着去。来，曹专家，这边请。这套代码注释用的是我和师傅之间才懂的工程笔记写法，想绕过去也得看有没有这个本事。曹专家，您就别让大家久等了呀！
您现在是车间的技术一把手，我们都听您安排，您说怎么干就怎么干。催什么催？专家做事自有节奏和分寸。专家，您说是不是？对，我仔细看看，这个 DX 模块以前怎么没见过？哎，你个机器人贴这么近干什么？自主学习中。你们在那嘀咕什么呢？厂长，有紧急情况！厂长，英国磐石集团发来邮件催了，问我们要 DX 优化模块的最新运行数据，说这个数据关系到他们是否追加订单。磐石集团说今天必须回复，不得耽误。DX 模块说的不就是这台机器上的东西吗？曹专家，你赶紧看看，这台 A9 设备上的模块有好几个我都没接触过，尤其这个 DX 模块，操作手册里压根儿没有记录啊。曹专家，你不是跟我开玩笑吧？我们厂80%的订单都指着磐石集团，今天要是回复不了，麻烦可就大了。哎，厂长，您这话说的，这麻烦能赖我头上吗？这模块是谁设计的，让谁来弄不就完了？这东西只有设计者和使用者最清楚。又是丁鑫，真是阴魂不散。丁鑫，是不是你在背后搞鬼？赶紧把这什么模块说清楚！磐石集团的订单要是耽误了，你担得起这个责任吗？ DX 模块是一套热态补偿和精度调整系统，专门针对磐石集团那批特殊定制产品开发的。这套模块的运算数据模型，工程师圈子里早就传开了。曹专家，您作为业内高手，不可能没听说过吧？知道，我当然知道，只是刚才没对上号而已。这女人想看我当面出糗，其心可诛。既然公开过，回去查查资料，总能找到办法。断然不能当众求她。我就说嘛，丁鑫这种水平都能搞定的东西，到了曹专家手里，那还不是手到擒来，是吧？对，没错。幸亏有曹专家在，真要是靠某些人啊，咱们厂就只能喝西北风了。既如此，那我们就拭目以待了。你说什么？那个被我扫地出门的曹专家去了博威？是的，刚收到消息。那家伙就是个花架子，牛皮吹得天花乱坠。博威那边明明有丁鑫这样的顶尖专家，怎么还花钱去请一个被我开掉的废物？你去查查情况，别让丁鑫这种人才受到委屈。是。唉，博威这工厂真是配不上丁老师这种人才。说，都给我说清楚，这到底怎么回事？厂长，喝茶消气。我问你们，全厂的设备怎么突然都瘫痪了？磐石集团那边已经知道了，明天就派代表来视察。生产线要是恢复不了，上千万的赔偿金等着我，你们知不知道有多严重啊？我本来想绕开那个 DX 模块，直接改核心代码，谁知道整个系统都被锁死了。你不是专家吗？我花了大价钱把你挖来，你就给我整成这样？厂长，查过了，系统里有防护程序，应激启动后全部锁死。我就说吧，就是丁鑫在搞鬼，绝对不能放过他。问题查出来了，那你能解决吗？不能，需要升级。你呢？我也就能调机器人。那你呢？我暂时也搞不定。一帮废物，工厂就指着磐石集团的订单续命，关键时刻你们3个没一个顶用的。公司花50万块把你买来，你就只会端茶倒水。常规流水线可以 ，DX 模块超出能力范围，需要升级。还敢顶嘴？不敢，错了。还说不放过丁鑫，你们拿什么不放过？说话！丁鑫啊，这事儿是我做的不对。之前专项技术津贴那事儿是我冲动了，我认。你开个价，只要能把生产线恢复好，我双倍补给你。25万，够不够？黄厂长，技术性的问题，如何能用钱做筹码呢？那你提条件，只要我能办的，我照办。行，我就2个条件，在全厂大会上给我公开道歉。另外，我的专项技术津贴和工龄补贴全部给我恢复正常，而且我要重新签订合同。丁鑫，重签合同可以，但当众道歉是不是有点过了？
再怎么说，我都是厂长。我给你里子，面子的事儿就免了吧。当面道歉是必须，重签合同才是次要。丁鑫，你别太过分了。过分？你当众怎么说我的，我可记得一清二楚。你扪心自问，我真的过分吗？这就是我的条件，答不答应，您自己看着办。给脸不要脸！你给我等着！明天磐石集团的代表就会到达工厂，这条生产线要是动不起来，你们几个谁都别想撇清关系。你要还想拿高薪，就赶紧给我想办法。有了，黄厂长，我想到一个好办法。什么办法？咱们干脆把这个 DX 模块整个格式化，我重新写一套代码上去，至少比现在这套封闭系统先进2代。你确定能行？我向您保证，绝对没问题，肯定能在明天磐石集团的人来之前弄好。而且黄厂长，您想想，一旦换了我的系统，以后就再也不用看某些人的脸色了，这才是真正的技术自主啊！对，这样就能将丁鑫踢出厂了。这个主意不错，只要把程序重写了，以后就可以彻底摆脱丁鑫了。到时候直接让他滚蛋，看他还能嚣张到哪儿去。方案可行。欣欣，他们发疯了！黄厂长让那个姓曹的把整个系统删除重写。哦，是吗？你早就猜到他们会这么干了。他们想把我踢出去，什么昏招都使得出来。我本来以为还能再撑2天，没想到他们这么急。他们要把核心模块推倒重写，厂长不懂也就算了，那个姓曹的难道也不明白？这设备的硬件驱动是根据 DX 模块深度定制的，格式化就等于把这些精密设备全变成废铁啊！由他们去吧。明天磐石集团的人一到，他们就知道什么叫自食其果了。今天这设备应该没问题了吧？来了，厂长，磐石集团的车到了。尊敬的哈珀女士，欢迎光临。黄厂长，我此行是代表磐石集团正式通知贵方，若今天之内生产线无法恢复正常运转，我方将立即终止全部合作协议，并启动8位数英镑的索赔程序。哈珀女士，我们厂最近确实被个别害群之马拖了后腿，不过您放心，我们已经把系统程序全部重做了，保证今天生产线正常运转。确定？千真万确。哈珀女士，里面请。请进。请。哈珀女士，请看，这就是我们全新编排后的生产线。很好。怎么还不开始？启动。什么情况？出什么事了？还愣着干什么？赶紧去看看啊！奇怪了，怎么没反应啊？无法操作。厂长，全完了，所有设备都报废了。到底怎么回事？设备动不了，订单怎么完成？哈珀女士，您听我解释，不是您想的那样。不用解释，我们法庭上见。就你没事吧？检测心率异常，呼叫救护车。完了，这下全完了。总公司要是知道我刚上任就把磐石集团的订单搞丢了，我的前途就毁了。别慌，咱们再跟这个英国佬好好说说。就是他，全是他在背后搞的鬼。他是我们厂的技术骨干，工作纪律却一塌糊涂。他迟到早退，刻意报复。今天这局面，都他一手造成的。没错，就是这个女人，眼睁睁看着设备出问题也不管，现在设备毁了，她得负全责。江龙，你说话得讲证据。
丁鑫一直都是按时上下班，是你们自己一知半解，非要搞什么机器人上岗，才把厂子搞成这样的。谁让他从来不教机器人怎么操作设备的？防机器人跟防贼似的，还在系统里设防火墙，不就是不想让我们学会吗？对，就是这个丁鑫，明明看到机器人操作有问题，装没看见，这就是存心搞破坏。我只是按章办事，他就怀恨在心，故意报复。哈珀女士，就是他把整条生产线给毁了。请问您是丁鑫老师吗？您是丁鑫老师吗？对，就是他。他是我们厂的技术员工，可从来不守规矩，丧心病狂地把生产线给毁了，这才耽误了工期。哈珀女士，您放心，今天我就把这个毒瘤开除，保证后续的合作再无阻碍。黄厂长，您这是甩锅甩上瘾了吧？明明是你们非要绕过 DX 模块重写编码，才搞成这样，跟丁鑫有什么关系？放屁！他是仗着自己懂点 DX 模块要挟工厂，坐地起价，我们也是没办法。现在出事了，当然怪他。就是，要不是那个模块被人动了手脚，我怎么可能操作失败？对，不信你们问机器人，机器人不会撒谎。丁鑫应该承担责任。听见了吗？丁鑫，你给工厂造成巨大损失，今天我就代表博威正式开除你，马上给我滚出去！保安，保安，把他给我轰出去！不用了，我自己会走。等一下，哈珀女士，您放心，你要干什么？我们公司一定会代表贵方起诉这个丁鑫，让他赔偿所有损失，并保证后续合作不受影响。还闹着干什么？赶紧把他！我说等一下，你是听不懂吗？丁老师，您好。丁老师，您好。这什么情况？他怎么……我没听错吧？磐石集团的首席代表喊丁工老师。欣欣，你跟这位哈珀女士认识？哈珀女士，您是不是认错人了？她不过是一个普通员工，闭嘴！丁老师，没想到在这里遇到您。您是？3年前，您在英国皇家理工学院做技术讲座，我正好在现场。那场讲座让我受益终生。天哪，丁工还在皇家理工学院上过课，难怪呢。平时看他操作就觉得很不一般。黄厂长，刚才你说要开除丁老师。哈珀女士，您不知道内情，他违反厂规，消极怠工，把生产线都搞停了。我们也是按规矩办事啊。可笑！你知道站在你面前这位是谁吗？他就是 DX 模块整条生产线的核心专利持有人。你觉得这样的人会消极怠工？什么？您说，整条生产线的核心技术专利是他的？这怎么可能呢？怪不得丁工这么有本事，原来整条生产线的核心专利都是他的。我就说嘛，每次出问题，丁工一上手立马解决。不可能，他不过就是个普通工程师，怎么可能有核心专利？肯定是假的，绝对不可能，核心专利可没那么好申请的。不信，你们看清楚，这是不是我的专利证书？他拿个图片糊弄一下你们就信，这明显是造假呀！这几个白痴！对，哈珀女士，您可别被他骗了，他满嘴谎言，自私自利。他是什么人，我们相处的久，最清楚了。假的，你说话能不能过脑子？这是专利局的官网截图，你要是不信，可以自己去官网查。你们这帮人真是无可救药，但凡你们长点脑子，就该发现 DX 模块的字母就是丁老师名字的缩写。这个模块是我在师傅的基础上独立开发出来的一套热态补偿和精度调节系统，专门用来匹配磐石集团那批特殊定制产品的。而且我一直是无偿给厂里使用的。这不可能，绝对不可能！是啊，手里握着这么强的专利，却给我们无偿使用，太假了吧！你们真是执迷不悟，事实已经摆在眼前。既然你们把丁老师开除了，那我们的合作也就到此为止。别，哈珀女士，合作不能取消。就算他是专利持有人，也不影响咱们继续合作啊！黄厂长，看来你还是没搞明白状况。
说你蠢，都是给您留面子。你说的这是什么鬼话？黄厂长，实话告知，磐石集团之所以选中你们博威合作，就是因为我们发现你们的生产线上用的是丁老师自研的 DX 模块，丁老师的技术才是我们跟你们合作的唯一原因。唯有丁工负责的产线能达标，如今你们将他辞退，合作已然没有必要。听清楚了吗？你拿来邀功的订单，你往上爬的本钱靠的是我的技术，而不是什么人脉关系背景，也不是厂里的这些设备。黄胜强，该算总账。我看你还是赶紧想想怎么跟杜总交代吧。生产线全面停摆，设备报废，给我们集团造成的损失是天价的，你就等着赔钱吧。丁工，我错了，求您别跟我一般见识，原谅我这一次吧。我发誓，从今以后把您当佛一样的供养起来。丁工，是我眼不识泰山，求您高抬贵手，赶紧把生产线恢复。您想怎么打我骂我都行。你们公司的规矩不是铁面无私、严格执行吗？刚才还说我消极怠工要开除我，现在又来求我，这算怎么回事？再说了，你们是死是活跟我有什么关系？我只是一名普通职员，连专项技术津贴都没有，工作了10年，现在连工龄补贴也没了。丁工，我错了，只要您能把产线恢复，无论什么条件我都答应您。黄厂长，你确定无论什么条件都答应？只要您肯回来，什么条件我都能答应。您请说。不好意思，已经迟了。当初你拿我杀鸡儆猴，想让 AI 机器人取代我的岗位，还要把我扫地出门的时候，就没想过会有今天的结果。你又耍我！我就是耍你了，你能怎么样？我给过你们机会，而且不止一次，是你们自己不懂得珍惜。哈珀女士，我知道那批产品对贵公司至关重要，我有办法解决。丁老师，您有什么条件？只要能把问题解决，磐石集团一定全力配合。我希望以个人身份跟磐石集团合作，毕竟我刚被开除了。您请讲。我希望以磐石集团的名义，让博威总公司答应我3个条件。哪3个条件？第一，让他还有他外甥江龙、AI 机器人 R3 以及所谓的曹专家，现在立刻马上滚出工厂！他们根本不懂技术，不配待在这里。第二，博威总公司必须就黄胜强对我的侮辱和诽谤罪名做出精神赔偿，60万，1分不能少。第三，我会以兼职顾问的身份来恢复生产线，我的收费标准是按小时计费，1小时2万人民币，直到产品检验合格为止。1小时2万？你想钱想疯了吧？一天工作10小时，那就是20万，你怎么不去抢啊？这只是把过去10年我的付出和亏欠补回来，1分都没多要。没想到你在这里等着呢，算你狠！时间不多了，赶紧去问杜总答不答应。比起巨额违约金，我想他更舍得出这笔钱。丁鑫，你太过分了！黄厂长，您要是真看明白了欣欣的本事，知道欣欣这些年为博威做出的贡献，就该知道他值这个价。丁老师，您提的这3个条件，我个人完全赞同。我这边马上联系杜总，相信他会做出明智的选择。丁老师，我们走。咋办啊？杜总，情况我都说明白了，现在有2条路，要么答应丁老师的条件，要么合作终止，赔付违约金。杜总，毕竟我们合作了很多年，不想把场面弄得太难看，我们更希望产品能顺利生产，互利共赢。该怎么选，不用我再多说了吧？杜总，您别这么看我，今天的局面完全是他们自食其果。拥抱 AI 我能理解，但贸然让 AI 机器人取代工程师，至少目前是行不通的。我劝您想清楚，丢了磐石集团这样的客户，除了赔钱，更会影响博威在行业里的口碑和信誉。一边是磐石集团的订单，一边是您家亲戚的职位。杜总，这笔账该怎么算？对您来说应该不难吧？一个小小工程师，竟敢当众这么和我说话！可以，3个条件我都答应。就完了。完了。
60万赔偿款，2小时内到你账上。至于黄胜强，即日起撤销他在集团内的一切职务。江龙、曹专家立即开除，机器人 R23 关机回收。杜总，您这个决定很明智。哥，我错了，老板，再给我一次机会。还愣着干什么？他们已经被开除了。杜总，希望贵公司能吸取这次教训，尊重工程师的技术，避免再出这种混乱情况，影响合作。哈珀女士，以后我会管好手下。丁工，我代表集团就黄胜强工作期间的严重失误，郑重向您道歉，也请你以大局为重，尽快恢复生产。杜总，您给钱，我干活，该做的事儿我会做到位。这厂子是他一辈子的心血，我绝不能让小人给毁了。好，后续我会亲自到厂里跟你详谈。好，太好了！欣欣，没想到你藏得这么深，难怪当年师傅说你有天赋，早晚能成事。丁工，以前觉得你太低调了，为工厂任劳任怨，今天才明白，您是真人不露相啊！赶紧给我松开！我自己会走，撒手！舅，接下来咋办？放心，我自有办法。这场仗还没完。丁工，您简直太厉害了，连厂长都被开除了。可不是嘛，我们早就受够他们了。自从他们来了之后，啥也不懂还瞎指挥，搞得我们天天加班，人都快累垮了。还有那个机器人，除了开机关机，啥也不会。一遇到问题就甩锅，我看他最大的本事就是端茶倒水拍马屁。事情已经处理了，大家抓紧准备，我们尽快开工。尽快开工！哈珀女士，今天真是多谢您了。见外了。从我个人角度说，我敬重丁老师的技术；从合作角度说，我们是共赢。希望丁老师尽快恢复生产线，我等您的好消息。好的，没问题。恢复了！只要欣欣出手，就没有他搞不定的。系统是恢复了，但还要细心检查一遍。小郑，5号主轴的热补条模型校准一下。好嘞。小曾，冷却回路的流量你去确认。收到。小杨，你将热成像阈值调到85度。明白。大家都仔细点，千万别再出岔子了。现在的丁老师还和当年一样，做事严谨细致，每一环节都像制作艺术品一样精雕细琢。有他在，一定能生产出好产品。欣欣长大了，都能独当一面了。师傅的心血总算保住了。其实丁工早就独当一面了，只是一直低调罢了。太好了，产品没问题。好了，现在生产线已经恢复了，大家各就各位，开始干活吧。开工！丁老师，还得是你，厉害。哈珀女士，这是生产线刚出来的成品，请您亲自检测一下吧。太厉害了，格格率100%，精度比之前还高出0.2个微分。丁老师，您真是太了不起了！您过奖了，我只是尽了一个技术人员的本分，做了我该做的事罢了。你说你是不是个废物？我让你当这个厂长费了多大劲儿，千叮咛万嘱咐让你低调低调，你看看你捅的篓子。哥，这事儿真不能赖我呀！谁知道那个臭女人，一个小小工程师，竟然有这么多下三滥的手段。这段时间你给我老老实实待着，别再惹事儿。可是哥，这事儿不能就这么算了吧？你看他在视频会议上那副趾高气扬的样子，跟你说话像下命令一样，这口气你咽得下？再说了，他手里可攥着整条生产线的核心专利。行了，我自有安排。你看看，R3连倒水都能控制得这么精准，还搞不定流水线上那点活。大哥，我早就说了 ，R3很智能，比大部分员工强。杜总，博威工厂里任何岗位我都能胜任，一旦替代，可节省成本90%。
欣欣，你来的可真早啊！10几年了，都习惯了。这厂里没有丁工可不行，否则全厂子都得放假歇业。何止是放假，要真让 AI 机器人上岗，咱们全都得卷铺盖走人。可不是嘛，也不知道谁给他编的程序，那破机器人只会溜须拍马。别开玩笑了，事情已经过去了，大家去忙吧。好，欣欣，我们先忙了。不对，这个声音有问题。师姐，快停下，关掉机器！欣欣，出什么事了？来不及解释了，快停机！欣欣，到底怎么了？不好，出事了！怎么样了？有没有受伤？我们没事儿，就是机器有问题，拆开检查。这到底发生了什么？这不可能啊！这根传动轴是英国原装的镍基高温合金，额定寿命15年，这才用了不到3年，怎么就断了？杨工，拿扳手来。丁工，给。不对，这是最普通的 A5 钢曲轴，强度和耐磨性连正品的1/20都不到。1好冲刺，这是被调包了。这种劣质轴在高速运转中，如若断裂，会造成机床失衡，这是要害全工厂的人命啊！线路损坏，严重的情况下会发生爆炸。我好几次上夜班，看到黄胜强鬼鬼祟祟在机床旁边动手动脚，肯定是他。难怪上个月这台机器老是有异响，原来是他在捣鬼。这个黄胜强真不是东西，这是在拿人命换钱啊！黄胜强，我本来想放你一马，没想到你竟然干出这种事，我会让你付出代价。师姐，马上封锁现场，把检测报告和采购记录调出来，发给杜总和哈珀女士。好，我这就去办。大家放心，这件事情我一定会给你们一个交代。哈珀女士，如你所见，这件事情的性质非常恶劣。他们为了捞回扣，把英国原装的核心部件换成了廉价货，完全没把工人的性命当回事。丁老师，这事我会紧急处理。那就麻烦哈珀女士了。应该的，我绝不允许我的供应商里出现这种问题。哥，您找我？这就是你干的好事！杜总，这是怎么回事啊？看不明白吗？人家把你告了。哥，您听我说，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你还有什么好说的？证据确凿。你平时吃点回扣我也就算了，可安全上的东西你也敢动手脚？我看你是不想活了。哥，我错了。哥，是我鬼迷心窍，一时贪心，我真没想到会捅出这么大的篓子啊！您帮帮我吧。现在说什么都没用了，人家证据都递上去了，你就等着吃官司吧。哥，我不想坐牢啊，您肯定有办法的，对不对？哥，从小到大，你都是咱们大家族里最有本事的人了。我能有什么办法？这事儿要是闹大了，公司得赔多少钱，你心里没点数？记住，这件事儿是你自己干的，与任何人无关，明白吗？杜总，哈珀女士和丁鑫工程师在办公室等您。哈珀女士、丁工，不好意思，让你们久等了。杜总，我这次为什么来，您心里应该清楚吧？明白，这是我们工作上的严重疏忽，已经在紧急处理了，保证给贵公司和工人们一个满意交代。最好是这样，咱们也是老交情了，
我也不想因为这种事闹得不愉快，毕竟这不仅是质量问题，更是人品问题、安全问题。如果再发生类似的事，磐石集团跟贵公司的合作就到此为止了。哈珀女士，这点您放心，我们已经在全面整改、彻底排查了，保证不会再出这种问题。杜总，我需要您给我一个说法。丁工，黄胜强已经送进去了，证据确凿，法律会严惩他。不够。还有什么条件，你尽管提，我能办的一定办。给厂里每位员工5万块赔偿。每人5万。丁工，这事儿确实有风险，但毕竟没造成实际伤害啊。精神损失费我可以给，但5万确实太多了点儿。要不是我发现的及时，受到法律惩戒的也不只是黄胜强一个人了。杜总，您不会连这点钱都出不起了吧？丁工，你这有点趁火打劫的意思了。我可以赔，但真拿不出这么多，具体数额咱们下来再好好商量。你看，每人5万，1分不能少，而且我要您现在就答应，今天之内白纸黑字盖章。要是给不了，生产线可就动不起来了。又拿这个要挟我？行，我答应你，但你得尽快恢复生产啊。杜总放心，新转动带一到，生产线立马能恢复。那我就不打扰杜总了。杜总，我也告辞了。丁鑫，你给我等着瞧！系统终于优化好了。来，大家都过来一下集合。大家的赔偿金都到账了吗？到了。收到了。丁工太牛了，帮咱们争取了这么多赔偿。是啊，我儿子的学费都有着落了，谢谢丁工。感谢丁工。不用谢我，这段时间大家辛苦了，这些赔偿是大家应得的，以后我们就能安心生产了。好。系统优化已经完成，今天大家加个班，尽快把生产线恢复，加班费会正常发放。毕竟哈珀女士帮了我们很多，磐石集团的订单不能耽误。丁工放心，一定保证完成生产。开工！开工！丁老师，我刚看了新产品，您太厉害了！经过这次优化，整体效率提升了20%，能耗降了10%，这批产品肯定能按时交付。哈珀女士，您信任我们，我们肯定全力以赴。跟丁老师合作就是这么愉快。我决定，磐石集团在原有订单基础上，再追加一份3000万欧元的长期战略合作协议。哈珀女士，追加订单倒不急，要不你再慎重考虑一下吧。不用考虑，只要有丁老师在，就完全不用考虑。谢谢。你说什么？磐石集团要追加3000万欧元的订单？是的，杜总。不过哈贝女士那边有个条件，必须由丁鑫担任这个项目的终生技术总监，而且要写进合同里。丁鑫，又是丁鑫！备车，我现在就去工厂。是，杜总。小丁啊，杜总，有事吗？黄胜强已经被关进去了，这个处理结果还满意吗？依法处理，这是他应得的报应。哦，对了，还有一件事，这是公司额外给你的赔偿和奖金。奖金就不必了，我只拿我该拿的。杜总，您亲自来找我，应该不只是为了这事儿吧？小丁就是聪明，确实还有别的事儿。这是集团给你升职的公告文件。博威集团机械厂副总经理、技术总监。对。也就是说，签了这份合同，我就从普通工程师一跃成为集团高管，还拥有博威5%的干股。是的，小丁，你是技术天才，博威集团愿意为你提供更大的舞台。黄胜强那个蠢货，目光短浅，不配当厂长。我的工厂和生产线就该交给你这样的人才。也就是说，
只要我签了字，金钱、地位、权利就都有了。可以这么理解。我不签。为什么？你是嫌条件不够好吗？钱、股份都可以商量。跟这些没关系。我是搞技术的，我最大的乐趣就是把编程难题一个个啃下来，看着那些代码让机床完美的运转起来。这个我不要。黄胜强那帮祸害我已经清理干净了，你还有什么不满意的？人走了，但根还在。有您这个总经理在，这些亲戚就永远断不了。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就是字面意思。丁鑫，我一再的给你好脸，你别蹬鼻子上脸。您不就是想用这些股份套住我，等把我的技术掏空了，再一脚把我踢开吗？你胡说八道！杜总，我不玩办公室政治，但不代表我不懂。站住！丁鑫，你可以走，但你在公司获取的核心技术专利属于公司资产，必须留下。想走就签了这份技术转让协议，否则今天这扇门你出不去。您不仅没把 R3回收，反倒自己用上了。这不是重点，重点是今天这协议你必须签。杜总，你是要明抢了？抢你又怎样？这是我的工厂，一切都得听我的。杜总，这些技术专利是我利用业余时间申请的，专利证书上白纸黑字写着我的名字，跟公司没有一丁点关系。没有公司的平台和资源，你一个小工程师能搞出什么名堂？真要打官司，你不可能赢，识相的就赶紧签了，否则我让你在这座城市无法立足。想打官司，随时奉陪。23，给我抓住他！放开我！你们放开我！按着他，给我签。哟，挺热闹啊！你是谁？谁让你进来的？认识一下，我叫韩昭月，刚收购了西部最大的重型动力机械厂，今天是专程找丁老师的。你就是那个从英国回来的韩总，花大价钱收购了西部重工的冤大头？这就不用你操心了，我只是听到杜总说的话，实在不敢苟同。我们启航集团愿意为丁老师提供更好的条件，让他放开手脚，施展才华，不受任何约束。当着我的面抢人！丁老师已经被贵司开除了，我这怎么叫抢呢？你23，一个智能 AI 机器人被你拿来当保镖用，真是可笑。AI 机器人虽然能做一些事，但永远替代不了像丁老师这样技术精湛的工程师。丁老师，您可以走了。拦住他！走吧，丁老师。丁鑫，你真要走？博威工厂可是你师傅一辈子的心血啊！放心，我会回来的。废物！韩总，刚才多谢您了，我没想到杜总竟会……丁老师，举手之劳而已，更何况我是发自内心的敬佩您。博威留不住您，那是他们的损失。丁老师，现在我们国家在重型燃机、精密加工这些核心技术上，一直被外国卡脖子。我正是看到了您的能力，才看到了希望。我想邀请您跟我一起，把这些技术攻下来，让我们的机械工业真正登上世界之巅。韩总，感谢您的赏识。您说的这些，正是我作为一名工程师一直想做的事。我也深知国家当下的困境，愿意尽自己的一份力。我同意加入。太好了，丁老师！欢迎加入启航工业，让我们携手共创未来。丁老师，以后这里就是我们的根据地了，不错，场地宽敞，设备齐全。韩总这是带谁来了？听说韩总最近挖了个技术高手，应该就是他了。各位，先停一下。丁工是我们行业内最顶尖的技术人才，从今天起，他将担任集团的技术总监兼副总经理，
大家欢迎。大家好，我叫丁欣，以后多多关照。最近我们厂要和国际龙头企业合作，对方会派专家组来厂里全面考察，一旦考察通过，就能拿下这笔大订单。所以这段时间辛苦大家把控每一道工序的质量。我在这里保证，只要拿下这笔订单，所有人双倍奖金。好了，大家加油干活吧。丁老师，具体的事宜我们去办公室谈吧。好的，韩总。丁工，这以后就是您的办公室了，您看看还缺什么，我让行政补齐。这可比我在博威的办公室可好太多了。丁工，工作上有任何需要随时告诉我，或者直接找行政部。对了，关于最新的热胀涂层工艺，我还想请教您。传统的熔膜铸造工艺已经很难满足市场需求，热胀涂层工艺确实是突破加工精度的关键。你看，这是我最近整理的一套实验流程，可以尽快加入实验计划。太详细，丁工，一切按照你的要求来。表姐，这女人是谁啊？怎么在我办公室啊？表弟，这位是我们公司新聘请的技术总监兼副总经理丁欣。丁老师，这位是我表弟董立峰。你好。外面来的技术总监，能行吗？董立峰，你说什么呢？丁老师可是业界技术大牛，不允许说任何不尊重丁老师的话。等等，表姐，不对呀，咱们公司的技术总监明明是我呀。你？谁跟你说的？我妈，你二姑啊。我告诉你，我从来没说过要让你来当技术总监，以前没有，以后也不会有。其次，丁老师是我数次恳求才聘请到的顶尖技术专家，你要再敢冒犯一句，我立刻将你赶出去。表姐，可是昨天晚上大姑吃饭的时候，亲口答应要让我当公司的技术总监，不信你问。不用问，启航集团我说了算。表姐，我们可是一家人，你平时最疼我了，你现在为了一个外人凶我，你是不是被他骗了？现在骗子专家可太多了。我算不上专家，更不是骗子。我来这里是和韩总一起解决行业的技术难题，同时帮韩总拿下国际订单。就凭你，表姐，你赶紧把他开了，让我来帮你。我们可是实打实的亲戚，你胳膊肘不能往外拐啊！喂，保安，来技术总监办公室，把董立峰给我请出去。姐，另外，没有预约，不允许任何人打扰丁工的正常工作。表姐，我是你弟呀，你就这样对我，我要去告诉我妈。丁老师，实在不好意思，我表弟被家人娇惯坏了。平时生活我不会说他什么，但在工作上我绝不会惯着他，也不会让他来公司上班。在这里杜绝任何亲戚裙带关系。韩总，没事的，我们还是讨论工作吧。丁工，我们继续。刚才说到的实验测试的问题，我觉得可以。妈，大姑那边怎么说？到底行不行啊？你大姑还没回话，儿子你别急，咱们可是实打实的亲戚关系，他韩昭月还能重用外人不成？尽管放心，肯定没问题。行吧。话说这个新技术总监到底行不行啊？不会是个花架子吧？说是技术大牛，但网上根本查不到信息，我看80%有问题。等过几天那家国际龙头企业来调查，就知道几斤几两了。最怕的是我们加班熬夜，最后产品没通过，嚯，奖金1分没有。你这乌鸦嘴可别乱说哦。丁欣技术大牛，行，我要让你在启航待不下去，身败名裂。卡莱尔女士，这是我们采用新型定向凝固工艺加工的第7批次涡轮叶片样品，完全符合贵公司 RI 0.4微米要求。丁工的技术我们一直很放心。
丁工，这个叶片的原版柱向跳动实测值超过了4微米，图纸要求是1微米以内，这是怎么回事？这不可能，我们每道工序都经过了严格的3坐标检测和荧光探查。这不应该啊！卡莱尔女士，会不会是您的仪器今天没校准好？丁工可是我们韩总花高薪请来的技术专家，现在厂里所有叶片的铸造工艺参数和5轴加工编程都是他一手搭建的，按理说不会出现这种低级失误啊。我的仪器今早刚做过标定，不可能有问题。这是典型的精加工阶段，主轴转速与进给率匹配不当造成的。很遗憾，丁工，这批产品完全达不到我们的验收标准。基于目前的情况，我必须立刻向总部汇报。这次长期供货协议恐怕无法签署了。卡拉伦女士，再给我们一次机会吧。这订单要是签不了，我们厂今年的产能就全空了啊！工人们的奖金可都指着这单呐。都挤在这里干什么？回自己岗位工作去。我刚才怎么听到调查员说有人技术不行，在这儿滥竽充数，把厂里最重要的订单给搞砸了？真的吗，丁总监？这事儿真是你的问题？就是他，这个新来的丁总监，技术不行，简历造假，纯粹是个花架子，做出来的东西全是废品。现在人家检测不通过，合同签不了，你们所有人的奖金全泡汤了。董先生说的没错，刚才调查员亲口说的，真没想到啊，韩总这么信任他。把全场最核心的技术都交给他了，结果就弄成这样，真没想到，这让我们怎么跟韩总交代？怎么跟等着这笔奖金养家糊口的工友们交代呀？白加了那么多天班，奖金说没就没了。没那个本事就别占那个位置，害死人！我还等着给孩子交学费呢。像这种烂人，怎么能继续留在咱们厂？难道让他接着祸害工厂，让大家都没饭吃？我们应该一起向韩总请愿。让他走人！对，赶紧让他走！对，赶紧让他走！让他走人！离开工厂，不能让他毁了工厂！赶紧走，出去！都静一静，听我说。事情闹到这个地步，丁工，你是自己递辞职走人，还是等着赔几百万罚款呢？依我看，几千万都不够他赔的。工人们的奖金，他拿什么补？就是，赶紧把奖金赔了！都怪你，要不是你来厂里，哪会有这种事儿？真是个扫把星。丁鑫，你不是挺能吗？技术总监这位子是你能坐稳的？大家都看见了吧？他自己都无话可说了。走，咱们现在就去找韩总，把这个害群之马轰出去。慢着，这批产品1小时前抽检完全合格，现在突然出了问题，大家就没觉得不对劲吗？说的也是啊，确实有点怪。那边的监控应该能拍到谁碰过这些产品吧？你少在这儿胡说八道！谁动过你那产品了？分明是你自己加工不合格。就是，那个监控好几天前就坏了，根本拍不到什么。丁工，我看你就赶紧认个错，辞职走人吧。喂，帮我调一下检测区的监控，马上送过来。另外，查一下最近5天监控的维修记录，我倒要看看这监控到底是怎么坏的。丁鑫，你少在这虚张声势，这事儿就是你的责任，你甩不掉的。各位，我知道你们当中有人急着用钱，可没办法呀，就因为丁总监的失误，大家的奖金全泡汤了。他现在还想转移注意力，大家赶紧联合起来，去韩总那儿举报他。你们愣着干什么？他害得你们奖金都没了，你们不想他走人吗？我觉得丁总监说的也有道理，查查监控不就清楚了？万一真不是丁工的错呢？我们也不能冤枉好人啊！你们不要被他给糊弄了，他搞砸产品是铁证如山的事儿。我不管责任在谁，我只需要一个结果。就是他，是他粗心大意才搞出这么大篓子。你们还站着干什么？赶紧把他弄走啊！奖金还想不想要了？给我松手！把手松开！表姐，您可算来了。您不知道，这次跟英国人的合作项目，全让这个丁鑫给搅黄了。是啊，韩总，咱们所有工序都准备妥当了，结果就卡在丁总监这最后一关上。哈珀女士，您怎么来了？丁老师，我可算找到您了。听说您从博威离职后，我一直在找您，就是为了跟您谈燃气叶片的长期合作。各位，
这位就是我们即将合作的那家英国工厂的总裁哈珀女士。哈珀女士居然亲自来了，而且哈珀女士还管丁工叫老师，这也太让人难以置信了。哈珀居然叫丁欣老师，他们到底是什么关系？这是什么情况？丁总监怎么可能是哈珀女士的老师？哈珀女士，没想到您会亲自跑一趟，不过现在好像不是谈合作的好时机。您的专家说我们生产的叶片是残次品。卡莱特，说清楚到底怎么回事？哈珀女士，这批叶片不达标，不符合验收标准。哈珀女士，您看一下这个缺陷，这处痕迹的边缘很锋利，没有高温氧化色，应该是外力磕碰造成的，不是铸造或加工过程中的冶金缺陷。刚才卡莱特女士没有用标准球鉴定，仪器本身的系统误差至少在 0.5 微米以上，测出来的数据并不具备参考价值。卡莱特，你该怎么解释？这是我一时疏忽。丁总监，监控调来了。董先生，还需要我继续放下去吗？这监控明显是合成的，表姐，您一定要相信我。来人，把他们给我带出去！从今天起，不许他再踏进公司半步。韩总，我错了，是董立峰逼我干的。他说等他当上技术总监，就让我做主管，不然就开除我。求您饶了我吧！我的团队里容不下你这样的蛀虫，更不容许任何裙带关系。你现在就去人事部办离职。另外，你对公司造成的损失，法务部会依法追责。带走。韩总，对不起，我知错了，求您原谅我吧。谁敢动我？我是韩昭月的亲表弟，都给我松手！带走。丁总监，真对不起，我们刚才误会您了。都怪他们俩在那煽风点火，我们才错怪了您，求您原谅我们吧。没事，误会解开就好了。这批叶片重新做一遍荧光检测和3座 B 测量，争取早日交付。丁老师，您的冷静和专业让我由衷敬佩。这批产品重新检测，但合同现在就签。哈珀女士，感谢您的信任，我们一定不会让您失望。希望我们的合作能让两家公司都迈上一个新台阶。我们会在2个月内完成新叶片的生产工艺验证，各项指标争取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后续生产线扩建也会同步启动。太好了，总部会全力支持你们。我已经安排斯芬塞留下来协助你们对接技术问题。丁老师，那我就先走了。好，你慢走。这次真是多亏了您，没想到哈珀女士也是您的学生，我也没想到她会追过来。不过工友们的奖金总算是有着落了。工友们，手里的活儿先停一下。磐石集团已经正式跟我们签约了，而且订单量翻倍，所有参与此项目的工友奖金也翻倍，太好了！还是丁总监厉害，一来就给我们签下了大单。以后就跟随丁总监干了。我也是。跟随丁总监，丁总监，跟随丁总监。样品测试通过了，生产进度也提上来了。哈珀女士对咱们非常满意。说吧，丁总监，我该怎么感谢您呢？我想收购博威工厂。博威工厂，那不是你之前待过的地方吗？他们因为失去了你的技术支持，现在订单量下滑了一半，确实是收购的好时机。不过，你怎么突然想收购他们呢？我毕竟是从博威出来的，心里一直惦记着那里，迟早要回去。这一次，我想靠自己夺回博威。你给我说说，为什么这个月订单又少了这么多？杜总，听说启航机械厂签下了哈佩的大单，很多客户都转到他们那边去了，而且丁鑫好像要和韩昭月一起收购咱们厂。什么？丁鑫收购我们厂？你开什么玩笑？我也是听业内传的，说他们已经在准备材料了。敢打我工厂的主意，马上备车，我要去启航。是，杜总。韩总，财务和法务那边都已经确认好了，我们的现金流能完全覆盖博威的债务，还能买下他们所有的设备，现在就等博威那边签字了。韩总，收购可以，但博威的老员工一个都不能开除，他们有技术，有人品，也有工作态度。
都是在一线干了很多年的优秀骨干。没问题，听你的。韩总，博威的杜总到公司门口了，说要见您。来得倒挺快，走，我们去会会他。杜总，好久不见啊！杜总消息真灵通啊！我们文件还没发出去呢，您就知道了。姓韩的，你胆子不小，敢跟丁鑫合起伙来打我博威的主意。既然您都知道了，我也就不绕弯子了。没错，我们就是要收购博威。博威现在陷入负债困境，与其硬撑，不如趁早出手。你少在这胡说八道！我就是倒闭了，也绝不会卖给你们。丁鑫，你可真行啊，背地后给我搞这出。杜总，博威破产是早晚的事，您又何必硬撑？早点放手，工人们也不至于拿不到工资跟你闹事。不用再说了，博威是我的，谁也别想动。杜总，我们现在出手收购，是在给你机会脱身。你要是不领情，最后很可能会彻底陷进去。你少吓唬我，以为攀上了哈珀就能耀武扬威了？我告诉你们，博威早晚会起来的。杜总，您现在签字还能拿到一笔补偿金，要是不签，最多2个月，博威就得申请破产，那时您可1分钱都拿不到了。没错，现在把博威卖给我们，不仅能还清所有债务，您自己还能落下一笔不菲的赔偿。这笔账怎么算，你应该比我们更清楚。您要是不签，到时候不仅破产，工人的工资发不出来，还要面临对方官司。你确定能承受得住？他们说的也有道理，博威现在订单全没了，再不发工资，那些工人肯定联合起来搞我，倒不如趁现在把厂子卖了，一了百了。杜总，我也是念在跟博威这么多年的感情份上，才让韩总多给您了些补偿。这笔钱对现在的您来说足够了。行，我签。但是，我想再多要一点补偿。行，既然杜总都开口了，我也爽快一点，在原来的基础上再加5个点，这是最后的底线了。好，文件拿来。大家好，我是丁鑫。从今天起，我就是这家工厂的技术总监了。在这里，我宣布3条新规定，凌驾于所有厂规之上。第一，公司讲话分明，能者居上。从今天开始，你们的奖金、绩效、升迁只跟能力挂钩，跟拍马屁、拉关系没有任何关系。好。第二，公司晋升渠道明确，我会建立严格的技术考核和评估体系。想混日子的，劝你们趁早离职；真有本事的，会给你们舞台。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条，尊重技术，尊重专业。我们这家工厂当年靠技术发家，也会靠技术安身立命。我的话讲完了，散会。不久后，师姐被我提拔为车间主任。工厂也迅速走上了正轨。技术时代已经到来，我丁鑫责无旁贷。23，还记得我吗？当然记得，丁工程师。哦不，丁总监好。需要我为您做什么吗？我会操作流水线，整理数据，还能处理各种日常事务。无论是工作中还是生活里，我都将会成为你的得力助手。我问你一个问题，事到如今，你还觉得你能取代我的工作吗？我命令你只许说真话。恕我直言，即使我再迭代数个版本，都无法取代你。在我所能理解和预见的范围内，至少未来20年无法取代。